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Zoo DIY。现在在多伦多这边还没到12月就已经开始下雪了。这个呢，对于很多人来说，这个是一个很令人沮丧的事情，因为漫长的冬天 officially 已经开始了。但是对于喜欢冰雪运动的人来说呢，这可能是一个好消息，因为这意味着你又能够多滑1个月的雪。好，今天呢，这个小视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保养这种滑雪用的器材。我们家用的呢是这种雪板 snowboard。如果你喜欢 ski 的话，其实这个保养的过程是完全一样的。这种雪板需要保养吗？那肯定是需要的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雪板的结构并不复杂，它实际上是一块钢板，这个最底下是一块钢板，然后这个滑动的部分是一块高强度的塑料，然后这个表面呢也是一种塑料或者是橡胶之类的东西。这个钢板呢，如果你不保养的话，它容易生锈。生锈了以后，这个边缘就不会这么光洁了，这样呢会影响它的滑动的速度，尤其是你侧着往前滑的时候。然后这个帮定上面有一些金属件，这些呢，如果你长期不保养的话，也容易生锈。另外呢，就是这个高强度的塑料的滑面呢，由于你使用呢会碰到一些石头啊之类的东西，也有可能会跟其他的那个滑雪者他的器材发生一些轻微的碰撞，这样呢都会产生一些刮痕。如果长期不保养的话呢，就会影响它的使用的体验，因为这样呢会增加摩擦力。好，需要用到的这个保养用的设备呢，其实并不复杂，基本上就在这儿。首先呢，需要检查一下这个雪板的那个钢板，如果出现了一些锈蚀的话，可以用这种砂纸，把边缘这样去打磨一下它。打磨的时候呢，也可以上一点这种除锈用的油，这个呢会方便你去除这些锈蚀的部分。打磨完毕以后呢，需要对它进行一个深度的清洁。首先呢，就需要把这个之前残留在上面的这个旧蜡，把它尽量的去除掉，这样呢，方便这个新蜡的附着。可以用一些钢刷刷一刷。这个市面上呢也有卖一些洗洁精，专门用来去除这些蜡的，也可以使用它。如果你实在没有的话，也可以用那种家用的这种洗洁精。总之要把它彻底的清洗干净。然后清洗干净以后呢，要等它完全晾干。晾干完了，然后就可以对它进行打蜡了。这个也是这种滑雪器材保养最重要的一个细节。实际上这个打蜡呢，它有2个好处。第一个好处呢，是会把这个滑板背面凹凸不平的部分，把它用蜡把它填平，这样呢可以减少它的摩擦力。另外一个好处呢，就是防锈。这个蜡一旦覆盖到了这个金属的边缘，那么它就不容易再生锈了。好，这里呢有一个工具是一定需要配备的，是这种打蜡的专用的小熨斗。这种熨斗呢，跟家用烫衣服的用的熨斗是不一样的。首先，它的温度呢比较高，它最高可以到180度。另外呢，它中间是这个烫面呢是没有孔的，它不像家用的烫衣服用的熨斗，它有很多孔洞，是可以喷出那个蒸汽。但这种呢是不需要喷蒸汽的，所以它没有这种孔洞。这种熨斗呢，在 Amazon 上可以很容易的找到合适的产品，那么价钱大概在60块钱到100块钱不等。好，首先要检查一下这个板子的状况。如果是这种小的这种刮痕，这个呢打蜡就可以解决问题，因为这个蜡会把这个刮痕填平。如果有大的这个洞的话，就是有一块这个塑料如果脱落了，像这块板还没有这种状况，状态还是 OK 的。如果有大洞的话，就需要用这种修补用的蜡条。这个呢，就是像点蜡烛一样把它点了，然后把它滴在这个洞上面，最后呢再用这种刮子
把它刮平。也可以用一些砂纸打磨一下。好，由于这个不需要呢，我就可以直接进入打蜡的程序。那么把这个打蜡的专用熨斗加热到140度，140度。然后这个蜡球我用的是这种天然的 Beeswax， 然后接触到这个电熨斗上面。好，看到这个蜡就会滴下来，把它比较均匀的滴到这个雪板上面。尤其要注意边缘的位置。好，然后用这种打蜡的专用熨斗，把这个雪板的背面熨一下。这个目的是为了把这个滴上去的蜡再次融化，然后让它均匀地分布到雪板的各个角落。熨的时候注意不要在一个地方停留太长的时间，这样呢会把这个雪板崩掉。最后会看到这个蜡会像水一样融化掉，非常均匀的分布。据说呢，这种雪板的表面呢，它实际上有一些细微的孔，在常温下它是封闭的，但是在这种高温下呢，它会打开，这样呢，变成液体的这种蜡就会进入这些孔里面去。明显这个 scratch 的地方，可以来来回回多停留一下 ，make sure 这个有足够的蜡。好，现在你能看到这个表面呢，变得颜色更加深了，也就是说，基本上是被一层蜡覆盖了。如果有些地方还稍微有点白，那可能就是说那个蜡还没有覆盖到。在这里，如果不够，还可以再加一点。好，基本这样就差不多了。好，现在这个蜡已经完全凝固了。
一般呢等半个小时就可以了。我的这个已经过了2个小时。好，现在我就用这种刮子，塑料刮子，它这一面呢是比较平，一点一点的把这个蜡把它刮掉。像这些有一些小刮痕，打完蜡以后都变得非常的平滑了，至少手摸上去没有任何的顿挫，非常的滑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就是打完蜡以后的雪板。首先，它这个边缘的钢板部分，这个锈迹已经基本上没有了。然后比较光亮，然后呢可以感觉一下这个滑板的滑面是比较平滑的，它不像打完蜡以前呢有很多磕磕愣愣的地方，这个呢都会减少它的摩擦力，这样这个雪板在雪上呢就可以滑动的更加快。下面说一下这个打蜡的频率，基本上如果是平时作为 recreational 的用途呢，每滑3到5次需要打1次蜡。当然专业选手的话，他基本上他去参加比赛的话，他会带很多个板子。那每一次滑之前，实际上那个板子都应该是新打完蜡的。当然我们平时这种娱乐用的这种滑雪呢，要求没那么严格。但是如果你想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使用体验的话，3到5次打1次蜡还是需要的。当然，如果你实在很忙，没有时间打这么多次的话呢，那么我的建议是最少是1年1个 season 打2次，开始和结束的时候分别打1次蜡。平时这个雪板的保养呢比较简单，每次滑完以后呢，要确保在收起来之前用干布把这个雪板完全擦干，这样呢它就不容易生锈。然后这些金属的部分，金属件这些螺钉，这些边缘可以上一点这种防锈油，这样的进一步的防止它生锈。好，其实生活在这种寒冷地区的人们呢，我非常建议大家就是选择一项这种冬天的这种户外运动。实际上滑雪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项运动，尤其对于小孩子们来说，这样可以锻炼他们在寒冷状态下的这种耐受力，增强他们自身的身体的免疫力，另外也会锻炼他们这种意志力，这个对他们的成长是非常有好处的。好，那下面这种滑雪的这种器材呢，是租好呢还是买好呢？因为这种滑雪器材其实买起来也不便宜，尤其是如果是新器材的话。那么我的建议呢，就是肯定要买，因为租实际上是非常贵的，而且非常不划算。这种滑雪用的设备呢，首先它是一块这样的板，然后呢是这种绑定。这种绑定呢，实际上是用一种金属的这种螺丝把它上到这个板上的。然后你需要有的呢，就是这种，就是 boots。这个 boots 呢 ，snowboard 和那个 ski 是不同的，需要选购，各自的这种 boots。另外呢，还有呢，就是头盔和眼镜，这个是需要配备的。那么，如果你全新买一套设备的话呢，应该要400块钱以上。中档一点设备的可能要600块钱以上。当然好的呢，肯定要上千块了。但是这个设备如果你去滑雪场租的话呢，如果这一套租下来，一次都要花50-60块钱，甚至更多。所以基本上你租个5次，一套新的设备就出来了。
如果买二手设备的话呢，这个费用大概是在50%甚至更少。所以呢，二手设备呢，你如果租个2次，基本上这个二手设备的钱就完全出来了。这个呢只是一方面的费用。另外呢，由于这个小孩子他成长非常的快，他基本上这种1个尺寸的滑雪板呢，2到3年就需要换那个更长的、更大的这个滑雪板和这个 bundings 和还有这个 boots。那么这种旧的滑雪板呢，你还可以很容易的在网上把它卖掉，你可以上 Kijiji 或者 eBay。这样呢，实际上你又可以拿回相当多的钱，相当多的一部分投资，这样算下来就更加比租要划算了。好，实际上如果你买一套二手的设备的话呢，如果用个2年，小孩子长大以后，你把它重新 list 把它卖掉的话，实际上你是不会亏什么钱的，有的时候甚至能比原来卖出更高的价钱。好，那么要选择多长尺寸的板子呢？基本上一个标准呢，就是这个雪板把它竖立起来，然后不要低于这个下巴，然后不要高于这个鼻子就可以了。有一些家长可能觉得希望把这个雪板呢，小孩可以多用几年，所以倾向于买长一点的。我非常不建议这样做，因为长的板子呢非常不好控制，这样呢会影响他们这个滑雪的这个体验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其实完全也没有必要，因为你买一个合适的尺寸，那么过个2年，如果发现短了以后呢，你可以轻易的把它卖掉。然后呢，再换一个更长一点的。实际上呢，你并没有太多额外的花销，所以这一点上呢，就是需要给大家提醒一下。同样的道理呢，这个 boots 呢，你也不能买的太大，因为这个 boots 一定要非常合脚。另外呢，如果你卖这种二手设备的话，这个 boots 呢，肯定贬值的幅度要远远大于这个板和这种 bonding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人不愿意穿这种二手的 boots， 因为 boots 呢，因为穿完以后里面有一些汗啊之类的，有一些味道啊之类的东西，所以呢，它的贬值幅度会更大一点。一般这种小孩穿过的这种二手的 boots， 可能网上也就卖20-30块钱。另外买到以后可能还需要一些清洗的工作，但是这种板和 bonding 实际上是非常保值的，基本上可以卖到新版50%以上的价格。好，这一期的小视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，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。如果您有任何评论，请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，这个呢可以帮助我在将来的节目中做得更好。如果您第一次访问我的频道或者还没有订阅，请点击红色的订阅按钮并打开小铃铛，这个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希望大家能够在滑雪中找到乐趣，并且注意安全。我们下次再见。